我贷款在村里建了唯一的恒温冷库，带着果农把月流水从5万做到500万，结果惹得村霸赵大强红了眼。赶我走那天，他一脚踹开冷库大门，这破铁皮屋是违建，里面15吨货留下，你马上滚蛋！我没吵没闹，只是默默拿走核心数据 U 盘走人。当天晚上，他得意洋洋地搂着15吨大果睡觉，还为了省电费强行把温度调高到8度。谁知第二天交货，货车司机掀开帆布就骂。这全是长满白绿霉菌、流着酸水的烂果。全村几十号果农看清嘴脸后，转身把新果子全卖给了我的车队。直到傍晚，你敢在我的地盘抢生意？急什么？只希望大厂查出烂果，索赔500万违约金时，你接得住？林轩，听不懂人话是吧？镇上我已经找人打过招呼了，你这破铁皮屋就是违章建筑，限你10分钟，马上滚出白云村！赵大强，合同白纸黑字签了3年，里面那15吨车厘子断了冷气，半天就会捂坏，这笔钱你赔不起。老子赔！林轩，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从现在起，这座价值200万的冷库，还有里面这15吨极品樱桃，全是我赵大强的，就当是你这3年占我们村地皮的违建罚款。强哥让你滚，聋了！再废话一句，今天连人带车给你砸烂！生鲜冷链温控就是命脉。赵大强这种连家用冰箱和工业冷库都分不清的草包，以为强占了场地就能赚钱，简直蠢到了极点。行，冷库归你，樱桃也归你。穷酸样，就拿2本破纸当宝贝，这电脑和制冷设施，老子就笑纳了。赵大强，生鲜冷链这行水极深，不是有个大冰柜就能做，你抢走的只是个耗电的铁壳子。这15吨货的因果，祝你明天接得住。装什么大尾巴狼？明天老子就把这批货拉到省城大厂，立刻套现几百万。黄毛，去把冷库门打开，让我看看老子的金山。真他娘的漂亮啊！林轩这个傻子，白白给咱们做了嫁衣。强哥，这冷气吹的也太冷了，里面的风气呼呼转，电表跟转盘一样。对，差点忘了正事儿。黄毛，去机房把这冷库的温度给我调高，0下2度太费电了。这工业电一天就好几千。开那么大冷气干嘛？直接调到8度，当普通冰箱用就行。还有，晚上10点以后把总闸拉了，明天天亮再开，能省1半的钱。林老板，赵大强那帮人真把你赶出来了，我们存在里面的果子咋办啊？张大爷，果子现在全被赵大强扣在冷库里了。那可是我们大半年的血汗钱啊！赵大强那种地皮懂个屁的卖果子，要是卖不出去或者捂坏了，他能赔我们钱吗？走，大伙抄家伙，跟他拼了！别冲动。现在去硬碰硬，吃亏的是你们。他既然想吞这批货，就让他吞。可是没有可是，属于你们的钱，1分都不会少。我林轩在这个村干了3年，答应过带大家赚钱，就绝不食言。喂，老刘，是我林轩。林总，您可是稀客啊，有什么大动作？我需要调30辆重型移动冷藏车，全部要带独立预冷系统和多温区控制的顶级配置。今晚12点之前。必须全部开到白云村后山的国道旁待命。30辆，林总，您没开玩笑吧？这可是多温区重卡，光是出车费和燃油费就是一笔巨款，而且这么急，全省的车队都不一定凑得齐啊！钱不是问题，300万的定金，10分钟后打到你账上。老刘，这生鲜冷链的规矩早就该变了，我要把冷控直接开到田间地头。得嘞，林总，只要钱到位，我老刘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把车队给您拉过去。这才是冷链行业真正的核心资产。赵大强拿走的不过却是个笨重的躯壳，真正的生鲜帝国现在才刚刚露出锋芒。强哥，这就行了，冷风小多了。干得好，这才是做生意的脑子。果子在树上大太阳晒着都没事儿，放冰箱里还能坏了？等明天一早，咱们就把货拉到省城的鲜多多集散中心，1斤车厘子卖他们70、80，这15吨货妥妥的上百万净利润。哎，强哥，收果子不？昨天下午那场暴雨打下来的，品行差了点，但价格绝对便宜。这都快臭了，你让我收？强哥，你这不是有200万的大冷库吗？1斤我只要你1块5，你把它和库里那些好果子混在一起打包，省城那些大老板只看面上的，谁会去翻箱底子？冷库有15吨极品，混进这块5的便宜货，随便一倒手，净利润又能凭空多出大几万块。黄毛，卸货，赶紧干活，
把烂的垫在筐子最下面，面上用好果子盖住。这果子再不摘就全熟透掉地上了。摘了放哪儿？林老板的冷库被赵大强强占了。赵大强早上放话出来，咱们的果子现在只按5块钱一斤收，不卖就让烂在树上。5块钱，这连大棚的塑料膜和化肥钱都不够，这不是明抢吗？那是什么？林老板，林老板，大家别慌，这是多温区重型冷藏车，从今天起，我们不需要赵大强的固定冷库了，这些车就是我们的移动恒温仓。张大爷，让大家开始采摘，规矩变了，枝头摘下，直接送进车厢预冷，绝不让果子在常温下多待1分钟。价格呢？收购价不仅不降，每斤还在原价基础上再加2块钱。林老板仗义，大家还等什么？赶紧干活，把好果子全送给林老板，一颗都不给赵大强留。强哥不好了，林轩回来了。慌什么？他还能变出个冷库来不成？他没变冷库，他拉来了30辆重型冷链车，现在后山全被他的车队占了，开出来的收购价还比原来高，村里的果农全疯了，连树叶子都恨不得摘下来卖给他。什么？他哪来这么多钱包冷藏车？这得砸进去多少钱？强哥，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啊！咱们今天下午1斤好果子都没收到，这全村的货都被林轩给截胡了。走，带几个人跟我去后山，在白云村还没有人敢断我赵大强的财路。这根本不是农村收破烂式的买卖，这是一条工业化级别的顶级供应链。林轩，你敢在我的地盘抢生意？赵大强，买卖自由，你开价5块，我开原价加2块，大家愿意卖给谁，那是他们的自由。你这是恶意竞争！恶意？你强占冷库，强压果农价格，这叫什么？赵大强，时代的玩法变了，你以为霸占一个铁皮屋就能垄断市场？赵大强，林老板给的是良心价，我们自愿卖，你想干什么？真以为这天底下没王法了？行，林轩，你有种，你这30辆车一天烧多少油钱？我看你能撑几天？老子冷库里那15吨货，明天就送省城换几百万现金，咱们走着瞧。林总，这小子还做着几百万的美梦呢，他的梦明天早上就该醒了。老刘，装满头5车后立刻发车，今晚我们就直接去省城的鲜多多集散中心。您这是要去抢他的大客户？不，我是去教教他什么叫真正的直供级标准。哎，这破风机吵死了，终于清静了，还能给强哥省电费。赵主任，大强这都去省城大半天了，怎么连个信儿都没有？慌什么？我儿子那是去省城大厂签大合同了，15吨的特资货，几百万的买卖，是你们这帮泥腿子能懂的？等大强拿了支票回来，少不了你们那点钱。哎呦，这是发财回来了！快快快，都让开！这什么味儿啊？师傅，我儿子大强呢？这车里装的什么东西这么臭？装的什么？装的是你儿子的黑心肝！你是他爹对吧？正好，赵大强欠我们的2万块钱运费，你今天必须给结了，少1分钱，我今天把你这村委会砸了！运费，货不是卖给大厂了吗？卖个屁！你们往烂果子里喷香精，被鲜多多的质检员当众给查出来了。人家大厂的王总发了话，不仅拒收，还要赵大强赔偿几十万的违约金和名誉损失费。你说什么？拒收了？我们的果子呢？天杀的！这可是我们大半年的血汗钱啊！师傅，赵大强人呢？那孙子被赶出来后，连垃圾处理费都交不起，直接半路跳车跑了。今天不给运费，这几车烂泥我就全倒在你们村里。赵刚，你儿子干的好事儿，赔钱！今天不把钱拿出来，我们跟你拼了！是黄毛，赵大强的跟班儿。抓住他！强哥呢？赵大强躲哪儿去了？别打我！强哥在镇上的台球厅借酒浇愁呢，他不敢回来。他为了收昨天那批烂果子，把这个冷库都抵押给放贷公司了。现在货烂了，放贷的人正到处找他呢。
林老板回来了！林老板从省城回来了！林老板，省城那边还顺利吗？大厂收咱们的货了吗？各位乡亲，我们的货不仅顺利通过了鲜多多集团最严格的直供级质检，而且拿到了市场最高溢价。今天我林轩兑现承诺，当场结款。张大爷，您的货一共1200斤，按原价加2块，一共62400块。林老板，要不是你，我们今天也得落得跟他们一样的下场。林老板，我们昨天鬼迷心窍，信了赵大强的邪。我们树上还有一批刚熟的完果子，您看还能收吗？不用加2块，按市场底价收就行，给我们留条活路吧。昨天林总开高价你们不卖，现在知道谁靠谱了？做生意讲究的是双赢，我从来不靠压榨谁来发财。我的移动冷库随时向所有人敞开，只要你们摘下来的果子符合我的品控标准，我林轩照单全收。不仅全收，价格跟张大爷他们一模一样，一分不少。林老板，您是大好人啊，我们这就去把最好的果子送过来。以后白云村的果子除了林老板，我们谁也不卖。赵大强靠坑蒙拐骗，最终落得个破产躲债的下场，连这座固定冷藏库明天也会被收走。金老板，您可算来了，那座冷库就在后头，设备都是9成新，您要是全盘接手，价格好商量。一个破乡下的冷库，要不是马上就到水蜜桃和杨梅的旺季了，白送我都嫌占位置。带路，我去看看货色。林总，咱们的2期车队明天就能到位，随时可以开进邻县的杨梅产区。杨梅比车厘子更娇贵，必须做到无缝冷链。哼，你就是那个弄了几辆货车在白云村瞎搞的林轩？年轻人，听说你把鲜多多的大单给结了，胆子不小啊！买卖各凭本事，谈不上截胡。呵呵，有点成绩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生鲜这行讲究的是重资产和地盘，你租几辆破冷藏车当游击队，能成什么气候？没有固定的大型分拣仓，没有我们的渠道，你那几辆车迟早烧油烧破产。这位老板，咱们林总的移动冷矿效率比传统仓库高多了，损耗率不到1%。1%吹牛不上税，老子干了20年生鲜，都没听过这种数据。看你是个干活的料，带着车队归到我名下，专门给我拉货。敢跟我抢市场，我一句话就能让周边长、制冰长不卖给你1块冰。金老板，你对现代冷链的认知还停留在加冰块的绿皮火车时代吗？你什么意思？我的每一辆多温区重卡都自带独立柴油发电机和顶级控温风扇，最低能打到零下18度。我根本不需要制冰厂，我的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是最标准的分拣仓。至于你说的定价权，你马上就会知道谁才是规则的制定者。林总，按照您之前定的标准，我们已经和这3位会长谈妥了，只要是采用您的田间直发模式，所有水蜜桃和杨梅、鲜多多全部按溢价30%包圆。林老板，大家伙早就受够了那些传统批发商的压价了，今年我们的果子全交给您的车队来运。等等，老李、老张，咱们可是合作了好几年的老熟人了。今年的杨梅我出市场价收，你们怎么能越过我直接给别人？老金啊，你每年收果子，借口路上烂得多，硬生生压我们2成的价，这笔账傻子都会算。他就是个空手套白狼的，他连个冷矿都没有，出了问题谁负责？鲜多多集团已经出资5000万，与我成立了全省最大的移动冷链科技公司，我的车队马上就会扩充到100辆，而你心心念念的这座固定冷库，在我眼里，它不过是旧时代的一堆破烂废铁罢了。金老板，你花大价钱买个空壳子慢慢养老吧，这3个县的生鲜市场我吃下了。李会长，这可怎么办啊？镇上的农资店全关门了，说今年没有塑料筐卖给我们。制冰厂那边也停工了，说机器坏了，这明摆着是金老板在背后搞鬼，想卡死我们。各位乡亲，金老板说了，只要你们放弃跟林轩的合作，
把杨梅卖给我们，塑料筐和碎冰免费用，而且今年的收购价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涨5毛钱。涨5毛钱，要不咱们卖给金老板吧，总比烂在树上强啊！糊涂，他涨5毛钱，过秤的时候连筐带冰一起扣你3斤重量，最后算下来你还得倒贴，他这是把咱们当猴耍，那能怎么办？林老板的车队再牛，总不能用手捧着杨梅上车吧？林总，您可算来了！金老板断了我们的塑料筐和碎冰，这杨梅没法摘啊！哟，林老板的大车队来了啊！车是挺大，不过我看你今天拿什么装果子？没有本地的周转筐，你的冷链就是个摆设。开箱。李会长，这是我们公司最新定制的微孔呼吸保鲜盒，里面自带无菌吸水垫，外层抗压。传统的塑料筐大筐混装，不仅容易挤压烂果，还要加冰块增加重量。从今天起，我们彻底淘汰这种落后的方式。第一，乡亲们直接领盒子，田间精细采摘，1盒1斤，装满直接封口。第二，盒子免费提供，绝不扣除任何包装重量，进果计价。第三，装好的盒子直接送入我的冷藏接驳车，10分钟内进入0度预冷环境，根本不需要任何碎冰。林老板大气，1斤就是1斤，不扣重量，这才是真正的良心买卖。大家还愣着干什么？领盒子，赶紧摘杨梅去。你们真不卖了？我们金老板可是涨了5毛钱的。哼，滚回去告诉金老板，少拿你们那套坑蒙拐骗的把戏来恶心人。以后这平县的杨梅，除了林总的轩辕冷苑，我们1颗都不会卖给别人。算算时间，那帮果农现在应该急得团团转了吧？等到了傍晚，我再把价格压下1块钱去收，跟我斗。林轩还是太嫩了。金老板，不好了！慌什么？果农妥协了？不是，全完了！林轩根本不用咱们塑料筐和冰块，他拉来了几10车特制的透明保鲜盒，不用冰，直接送进冷气车里预冷，而且他承诺不扣任何包装重量。你说什么？全县那么多杨梅，他不靠我的渠道，1天之内就能全吞下去？全吞了，不仅是平县，隔壁2个县的果农也全跟疯了一样。金老板，咱们今天在3个县1斤杨梅都没收到啊！我的仓库，我的渠道。开箱测温。王总，车厢深层温度恒定2度，锁鲜盒内湿度完美，没有任何脱水现象。奇迹，这简直是冷链物流的奇迹！不用碎冰，不仅省了重量，还避免了冰水融化导致的滋生细菌。林老弟，你这套包装标准绝了！王总，不仅是保鲜，原箱直发意味着零交叉感染。这批货可以直接上架你们平台的特级专区。好，陈总，您看这货色。林总，过几天就是咱们平台的618生鲜大促，我要你在大促期间每天稳定供应200吨这样的极品杨梅，能不能做到？只要资金到位，我的移动冷链矩阵随时可以再扩充50辆车。哈哈哈哈哈！痛快，马上拟定618特级供应商合同。在大促期间，除了之前谈好的溢价，集团追加在1000万的专项采购定金，今天下午就打到轩辕科技的账上。什么叫贷款延期不行？我金源果业在这开了10年，还能跑了不成？喂，林轩，你断我财路，我要你的命！金老板，有个翻陈的机会，干不干？说，只要能把林轩搞死，什么我都干！南省那边前几天发大水，有几百吨杨梅全被雨水泡了，果农不要了，当垃圾处理，只要5毛钱1斤。水泡果那玩意儿又酸又软，还没运到省城就烂成水了，白送都没人要。
老板，咱们可以用猛药啊，去化工市场弄点工业级的果实增硬剂和甜蜜素，再加点防腐杀菌的硫磺水，在水里一泡，那果子捞出来立刻变得又硬又红，甜得发腻，放1个星期都不带坏的。那可是重金属和强炸物，吃出事来怎么办？吃不死人，最多拉几天肚子。老板，现在林轩的杨梅在省城卖的那么贵，咱们用5毛钱的成本收过来，泡过药之后，直接拉到省城各大农贸市场，以它1半的价格倾销。只要咱们的货便宜，整个省城的市场价格体系就会瞬间崩溃。就算他有1000万定金，货砸在手里，他也得破产。干了！刀疤，你马上带人去南省，有多少水泡果给我收多少，再去把化学药剂拉回来，就在后院隐蔽仓库连夜泡果子。林轩，你不是讲究什么高端植发吗？老子明天就用几百吨便宜垃圾，彻底淹没你的冷链帝国！我要让你知道，守规矩的人只有死路一条。当新规则触碰到旧利益集团的底线时，最疯狂的反扑即将来临。倒，全给我倒进去！金老板，您看，好，真是好手段！林轩那小子费尽心机搞什么冷链植发，老子用5毛钱的烂果子加2毛钱的药水做出来的卖相跟他一模一样。装车！今晚连夜发往省城最大的海江农贸批发市场，明天一早我要让林轩的杨梅1斤都卖不出去。林总，出大事了！说市场价格雪崩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几10辆大货车，拉来了几百吨杨梅，卖相极好，又红又硬，但批发价竟然只要咱们的1半。1半？对，直接腰斩。现在整个市场的2级批发商和水果店老板全疯了，都在抢那批便宜货。咱们的好几个老客户宁可连定金都不要了，也要跑去进那批货。林总，咱们是不是也得赶紧降价呀？不然今天这几10吨货就得砸在手里了。不降，1分钱都不降。带我去看看那批货。特级杨梅，统统半价，要多少有多少，概不赊账，拿钱起货。老板，果子能看看吗？看呗，刚抢到的极品货。工业增硬剂、超标甜蜜素，还有硫磺漂白。这是从南省水灾区收来的水泡烂果，金老板疯了，他在往省城投毒。林总，这吃进肚子里要出人命的啊！这姓金的为了抢市场，连底线都不要了。哼，底线在旧时代的这帮吸血鬼眼里，只要能搞垮竞争对手，赚到黑心钱，消费者的命算什么？林轩，你怎么回事？海江批发市场现在满地都是半价的特级杨梅，整个省城的价格体系直接崩溃了。王总，那批货有问题。我不管有没有问题，现在集团董事会已经注意到了市场异动，副总裁陈总大发雷霆，质问我为什么要花高于市场2倍的价格去包疗你的货。刚才董事会已经下达了指令，如果你不能证明你的货值这个价，618大促的1000万定金将立刻冻结，咱们的独家合同也要面临终止。王总，你信我吗？我当然信你的冷链技术，但集团高层只看市场数据，价格差了1倍，你让我怎么跟董事会交代？给我2个小时，2个小时后，我要让鲜多多集团的董事会亲眼看到什么叫真正的市场毒瘤，我也要让他们明白，我林轩的货，别说溢价30%，就是溢价1倍，也物超所值。老刘，第一，马上派几个人去市场不同角落，从那批半价货里随机买10筐回来，保留好交易凭证。第二，立刻联系省里最高级别的食品安全检测中心，告诉他们这里有重大食品安全隐患，请求他们派出流动检测车，直接开进海江农贸市场。第三，给王总回消息，让他把集团质检部的最高级别专家，连同媒体全部请到咱们的档口来。林总，您这是要公开处刑啊！金老板既然敢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砸我的盘子，我就让他连人带公司一起给旧时代陪葬。老板，林轩的档口今天连1箱都没卖出去，听说连鲜多多的大客户都要退他的单了。哼，跟我斗，他还嫩了点，这就是商业的残酷。在这个市场，价格就是王道。等他的资金链断了，我再去低价把他的冷藏车全收编了。哈哈哈！全场封锁，任何人不得转移货物。干什么？我们是正规批发商，凭什么抓人？正规？
马上就知道了。林总，集团高层因为市场价格雪崩已经炸锅了。如果今天你不能证明这批半价货有问题，不仅1000万定金要退回，我们的独家战略合作也立刻终止。陈总，用不着我证明，省里的顶级专家已经动手了。二氧化铀严重超标，甲醛含量超出国家安全标准50倍。这不是水果，这全是去经过工业时增硬剂、甜霉素和防腐硫磺水深度浸泡的有毒垃圾。什么？甲醛、硫磺？这要是卖给孕妇和孩子，吃出事儿来是要掉脑袋的呀！退钱，把我们的血汗钱退回来！警察同志，救命啊！这不关我的事儿，都是金老板让我们干的。金老板在哪儿？在市场外面的顺心茶馆2楼。走。完了，彻底完了！跑！必须马上跑！金大强，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数额巨大，性质极其恶劣，跟我们走一趟吧。如果今天集团贪便宜混进了这批货，鲜多多积累几年的招牌就在1天内彻底崩塌了。林总，我为你刚才承受的质疑道歉。你不仅是在做冷链，你是在守护整个生鲜行业的底线。陈总，底线不是靠嘴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老刘，开咱们的车厢，让媒体和集团的领导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市场标准。没有冰块，没有防腐剂，全程0度锁鲜，这才是现代化冷链该有的样子。王总，通知财务部618大促的1000万专项定金，不用等下午了，10分钟内必须打到轩辕科技的账户上。从今天起，全省的杨梅市场我们只认林轩的货。明白，马上办。林老板，我们的钱被那黑心商贩骗了，您这好果子能不能允我们一点？各位老板，今天这3车货是鲜多多的专供，但我承诺从明天起，轩辕冷运每天会拿出20吨同等品质的好货，放在本市场的 VIP 档口平价批发，不乱涨价，不掺假果。我林轩保大家有干净钱赚。林总，鲜多多那边的订单量还在暴增，咱们的120辆冷链车已经全负荷运转了，从田间直接开往省城各个前置站，中间零停折。让备用的30辆轻型穿梭车全部顶上去，务必保证最后1公里的冷链不断。记住，越是爆单，品况越是一丝一毫都不能松。明白。你就是林轩？我是。阁下哪位？林总，巨鹰生鲜是全国排名前3的资本大鳄，出了名的喜欢用烧钱补贴砸垮对手。孙总大驾光临，有何指教？林轩，明人不说暗话，你搞的那个田间直发冷链模式，我们总部看上了。这是一份全资收购合同，巨鲸生鲜出资1个亿，买下你轩辕冷链的所有车队、技术专利以及渠道资源，拿钱走人，下半辈子财务自由。抱歉，孙总，轩辕冷运目前没有出售的打算，而且我们已经和鲜多多签订了独家战略合作协议。鲜多多，林轩，你是个聪明人，怎么眼光这么局限？鲜多多算什么东西？在绝对的资本面前，他们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呵呵，告诉你，这次618大促，我们巨鲸生鲜准备了整整5个亿的补贴资金，我们要在这个月内把省城所有的生鲜价格打穿。我们要卖9块9一斤的杨梅，9块9一斤的车厘子，9块9，连果农的采摘人工费都不够，你们这是扰乱市场！市场？我手里有资本，我就是市场。我们要用亏本补贴，把鲜多的客户全部抢光，等把他们熬死，我们再重新把价格涨回来，这叫资本收割。林轩，我给你1个亿，是看中你的效率。既然要烧钱打价格战，成本当然要从上游挤。你利用你在果农那里的威信，把收购价压低30%，我们联手赚大钱，用几个亿烧钱补贴。却要压榨最底层的果农来填坑，这就是资本最血腥的玩法，用果农的血汗去铸造他们的数据神话。孙总，你的算盘打错了，我做生鲜冷链，为的是让果农卖得出好价，让消费者吃得到好果。想让我配合你们去吸果农的血，做梦！林轩，别给脸不要脸！1个亿买你这破车队是抬举你，你真以为靠着几辆破车就能扛得住我5个亿的资本围剿？你的5个亿能买来流量，但买不来真正的品质。生鲜的本质是食物，不是你们金融报表上的筹码。好，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不肯卖，那你就等着破产吧。从今天起，
聚精生鲜会不惜一切代价砸盘。我要你的车队明天拉的货，在省城1斤都卖不出去。我们走着瞧。林总，这可是巨鲸啊！消费者都是贪便宜的，他们要是真砸9块9一斤的杨梅，咱们那些高溢价的极品果还怎么卖？老刘，记住，在生鲜这个行业，脱离了品质谈低价，就是在耍流氓。他们压榨果农，压缩冷链成本换来的低价货，迟早会引爆最大的危机。通知下去，咱们的收购价1分钱不降。越是他们打价格战，我们越要把品控做到极致。所有的锁鲜盒立刻启用最高级别的温控追踪码，我要让每一盒卖出去的果子都能追溯到是哪一棵树上摘下来的，哪一辆冷藏车运的。林总，您这是要硬刚啊？不，我这是要用最顶级的供应链护城河，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那艘用资本吹起来的巨鲸自己活活撑死。孙总，截止到早上9点，我们的单量已经突破了10万单，鲜多多那边的流量被我们吸走了将近70%。哼，这就是资本的力量。林轩那个蠢货还想跟我硬刚，他那几十块一斤的高标准，在9块9的绝对低价面前，连个屁都不是。孙总英明，不过为了压缩成本填补补贴，我们这次用的都是常温货车运输，而且在产地疯狂压价，收上来的果子良莠不齐。这30多度的高温，货损恐怕会很高啊！怕什么？这帮贪便宜的人，9块9买到的东西，只要没烂透，他们也只会捏着鼻子认了。去，给我把媒体叫过来，我要让全省看看我们今天的销售奇迹。退钱！你们这卖的什么烂泥巴？大妈，您别急，生鲜产品有点磕碰是正常的。正常个屁！这果子摸着都是发烫的，都馊了，还吹什么特级果？全是用最便宜的大编织袋装过来，再随便分装的吧？这就是拿垃圾糊弄人！大家安静，我是这里的执行总裁。各位，夏天天气实在太热了，咱们这又是多汁的浆果，路上颠簸出点汁水，摸着有些发软，这都是极其正常的物理现象，绝对不影响食用。正常？孙总，你管这长了霉点、发酸发烫的果子叫正常？你们巨鲸为了打价格战，从原产地强行压价，用最廉价的常温敞篷大货车拉货，连最基本的冷链车都不舍得用。你这不是搞大促，你这是在清库存垃圾。你少在这里造谣生事！这么热的天气，不管是哪家生鲜平台，运输途中都不可能做到完美无差。哼，是吗？那咱们就去看看马路对面的鲜多多提货点，听说他们用了轩辕冷链的直供级标准。今天我倒要让大家开开眼，什么才叫真正的生鲜冷链？去就去，我倒要看看林轩能搞出什么花样。林总，对面的孙总说，这么热的天气，生鲜发软发酸是正常现象。现在全网几百万观众都在看，能不能现场开个箱，让我们看看您的直供级标准？林轩，开呀！你要是能在这大伏天里捣出不软的果子，我孙瑞今天跟你姓。老刘，开箱。这是每盒都有独立温控芯片的锁鲜包装，冰的，外壳竟然是冰的，上仪器，深层温度恒定2摄氏度，硬度指标完美，糖度21 Brit。兄弟们，这才是真正的特级生鲜，这才是碾压一切的冷链技术。对面的巨鲸简直是骗子！退钱，我们要买鲜多多的货。不，这不可能。孙总，你刚才说资本就是市场，但你忘了。消费者不是傻子，你用劣质的低价去糊弄市场，市场就会用脚投票，把你狠狠踩死，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撤热搜，马上花钱给我把热搜撤下来！孙总，撤不下来了，老 K 的视频转发量已经破了1000万，现在全网都在声讨咱们卖变质烂果。就在刚才，省市2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已经发了通告，说要入驻咱们总部调查。孙总，出大事了，咱们的 IP 后台崩了，崩了就去修啊，跟我喊什么？不是技术故障，是退单量太恐怖了，短短半个小时，咱们接到了30万笔退款申请，客服电话直接被打爆了。不仅是退今天的订单，连很多开通了年卡的老 VIP 客户都在疯狂要求注销账号，退还余额。我引以为傲的5个亿补贴，
竟然变成了引爆炸药。我低估了那个时代，低估了林轩的极致冷链。退单金额有多少了？加上要求退还的会员充值费，已经超过1个亿的现金流缺口了。而且，由于大量商家要求结算货款，咱们分公司的账面资金已经被彻底抽干了。董事长，孙瑞，你干的好事！董事长，您听我解释，是意外，是天气太热了，而且是仙多多那边故意找网红带节奏黑我，我马上就能处理好。闭嘴！事实摆在全国网友面前，连官方都下场通报了，你还敢拿天气当借口？你为了完成区域业绩指标，竟然用那种垃圾货去打大错。我只是想用最低的成本抢占市场份额。你抢来的是什么？是全网的唾骂！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愚蠢，今天集团的股价开盘直接闪崩，暴跌了12%，市值在半天之内蒸发了整整70个亿。你把距今积攒了5年的品牌信誉，在1天之内全毁了，你就是集团的罪人。董事长，给我个机会，我引咎辞职。引咎辞职？你以为拍拍屁股就能走人吗？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董事局已经全票通过决议，即刻免去你华东区执行总裁的所有职务，并且彻底冻结你名下所有的期权和股份。不，董事长，那是我打拼10年的心血啊！你不能这么对我。这是你自找的，法务部已经正式对你个人提起诉讼，准备好下半辈子在法庭和债务里度过吧。快，把这批货转运到3号配送站，外卖骑手都等急了。林总，真他娘的痛快！我刚才看新闻了，聚精生鲜的股价都跌停了，总部发了公告，那个姓孙的被直接免职查办了。资本没有原罪，但傲慢和脱离底线是致命的。他们以为有钱就能砸出一切，却忘了生鲜这行的根本是什么。生鲜的根本是入口的食物，是老百姓的健康。他们用压榨果农、牺牲冷链换来的低价，本质上是在透支全行业的信用。这种没有护城河的商业大厦，塌方只是迟早的事。林老弟，大捷，绝对的大捷！咱们平台的日活数据创了历史新高，距经流失的那些优质客户全跑到咱们这里来了，大家点名道姓，只要你们轩辕冷链成允的果子。多谢王总和平台的支持，这可不是我支持你，是你用实力救了整个平台。刚才集团董事长亲自召开会议，一致决定，不仅今年的杨梅大单全部交给你，接下来的蜜桃季、葡萄季，全省的直供业务，鲜多多只认你林轩的货。而且，董事长发话了，为了支持你的全国冷链网布局，集团准备再追投2个亿的战略资金，不需要你让出控股权，只要你保证这条冷链的高效运转。1个月前还在白云村被村霸纠缠，而现在我用降维打击，击溃了资本大鳄的围剿。王总，替我谢谢董事长，2个亿的资金，我会让它变成连通全国各大核心农业产区的高速大动脉。我要让中国最好的果子不再因为物流烂在路上。这都下午2点了，大强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打回来？我家那800斤果子可是下半年给娃交学费的钱啊！是啊，急死人了！昨天林老板当场就给张大爷他们结了现金，厚厚的一沓。早知道我也把果子卖给林老板了。说这些有什么用？他说是去省城签几百万的大单，谁知道是不是拿着咱们的果子跑路了？出大事了，全完了！二狗，你慌什么？大强的货车回来了，回不来了，永远都回不来了！你们自己看短视频，上热搜了。涉嫌违规添加化学香精，以次充好，大厂当场拒收，并索赔500万违约金。货主赵大强已被警方带走。全烂了，那可是刚摘下来的好果子啊，他怎么给捂成烂泥了呀？他还在果子上喷化学药水，这是造孽啊！拒收了，还要赔500万，那我们的国款呢？我们的血汗钱找谁要去？找赵刚，子债父承。赵大强被抓了，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对，找赵刚算账，今天不把钱拿出来，绝不罢休。走，去村委会，去他家。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废物，败家子儿，你到底死哪儿去了？赵刚，滚出来！杀千刀的！干什么？都造反了吗？光天化日之下冲击民宅，眼里还有没有王法？还有没有我这个村主任？我呸！你算个狗屁的主任！你儿子骗了我们全村几十吨好果子，捂成了烂泥，现在被警察抓了。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对，给钱！今天不掏钱，我们就不走了。乡亲们，大强去省城卖货，那是他个人的商业行为。我是村主任，我怎么可能干预？再说了，视频上说的是拒收，那果子肯定还在，等他回来了，自然会给你们结账。你当大伙是3岁小孩吗？大厂索赔500万，大强已经被抓了，那批烂果子连扔垃圾站都没人收，你今天必须掏钱垫付。我没钱，我的工资就那么点儿，哪来的钱给你们垫？要钱，你们去牢里找赵大强要去。你放屁！这2层小洋楼是谁盖的？冷库是谁买的？你今天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欠我们的钱还了。钱老板，您怎么来了？赵主任，别来无恙啊！你儿子赵大强前天为了低价收散果混进冷库，从我这儿拿了50万的过桥资金，现在他人在省城栽了，500万的违约金压在头上，这钱肯定是还不上了。按照合同规定，他已经把白云村那座恒温冷库以及你们现在住的这栋房子全抵押给我了。什么？抵押了？他竟然把家里的老底儿都抵押了。赵主任，按规矩办事。今天这房子我们收了，限你半个小时内搬东西，我们要换锁。冷库明天一早有人来拖设备。房子和冷库都抵押了，那他拿什么赔我们的血汗钱？赵刚，你们一家子丧尽天良，你们这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让我进去收拾东西，那是我的家呀！这个家完了，微信全崩了，留下会被他们撕成碎片的，背上还不完的债，我得跑！让开，都给我让开！赵刚跑了，抓住他！别追了，他现在连条狗都不如，身上1分钱都没有。真结了，现款现结，林老板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啊！大强被押回来了，这还有脸回村儿？带嫌疑人指认现场，把冷库门打开。赵大强、黄毛，你们为了掩盖烂果子的臭味，私自购买的防腐剂藏哪儿了？在那边，在冷库最里面的那个铁架子后面，都是强哥让我去镇上农资店偷偷买的，发票我还留着呢。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证据确凿，这属于严重违禁的工业有毒化学品，在食用农产品中违规添加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性质极其恶劣。赵大强，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并在租赁纠纷中涉嫌寻衅滋事、合同诈骗。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我没想害人啊，我就是看果子烂了心疼，想盖住臭味卖出去。我知道错了，我把卖果子的钱赔给他们行不行？你们宽大处理啊！赔钱？你拿什么赔？大厂索赔你500万违约金，你为了收散果，把这个冷库和你家的房子全抵押给了镇上的高利贷，你现在就是个穷光蛋。抵押房子？我爸呢？我爸是村主任，他有办法的。爸，救我啊！别喊了。你爹被要债的人堵在家里，早跑了。你家那房都已经被放贷的换了锁了。赵大强，你们一家子在白云村彻底完了。原来从我撕毁林轩合同、拉下冷库电闸的那一刻起，我就亲手按下了自我毁灭的倒计时。封存现场，贴封条。带走。林轩，你故意把烂摊子留给我，你算计我！赵大强，我从来没有算计过你，我提醒过你冷链的规矩，也警告过你断电的后果，是你自己的贪婪和无知，把你送上了绝路。我不服，凭什么你能日入10万，我接手就得坐牢？因为商业的本质是价值，不是掠夺。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靠极致的品控和双赢的规则，而你满脑子只有强取豪夺和坑蒙拐骗，你不懂敬畏，市场和法律自然会教你做人。进去好好改造吧。旧时代的强盗逻辑已经行不通了。
好，抓得好，老天有眼，这种祸害终于遭报应了。林总，这破地方被查封了，以后就算拍卖，估计也没人敢接手了。这就是市场的淘汰机制，一个不再创造价值的铁壳子，就让它留在历史里吧。老刘，让车队加快装载速度，今晚8点前必须让这批水蜜桃带着白云村的温度直达省。明白，马上办。老刘，3号温区的湿度调好了吗？林总放心，湿度恒定85%，温度2度，这已经是咱们今天发往省城的第50车了。这水蜜桃比去年的车厘子还要娇贵，但在咱们的移动预冷系统下，坏果率被死死压在了3%以下。林老板，后山那500亩的特级桃子全摘完了，您派去的轻型接驳车已经直接开进地头把货拉走了。辛苦了，张大爷。今年的收购价大家还满意吗？满意，太满意了！您给的底价就比市场高2成，而且大厂那边根据品质还要发奖金，这1个月赚的顶得上过去3年。村里好几户人家上个星期刚在镇上交了新房的首付。是啊，林老板，以前那些黑心商贩挑3拣4还克扣斤数，现在跟着轩辕冷链，我们只管种好果子，钱赚得干干净净。规矩定下了就不会变。不仅是白云村，现在周边7个县的生鲜都纳入了我们的直供网络，只要大家的果子品质在，我凌轩保证绝对不让中间商赚1分钱的差价。林总，时间差不多了，下午省城还有一场极其重要的峰会，鲜多多的王总已经打过3次电话催了。备车去省城。林老弟，你可算来了，今天你可是绝对的主角。王总客气了，1年不见，您这气色是越来越好了。哈哈哈，那还不是托了你的福。自从去年咱们独家绑定了你们的冷链网络，鲜多多的日喝量彻底碾压了那帮只会烧钱补贴的竞争对手。集团上个月的财报一出，董事会直接给我升了副总裁。恭喜王总！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在过去的1年里，我们见证了生鲜行业的一场伟大技术革命。有人用极致的温控和田间直发的颠覆性思维，彻底打通了原产地到餐桌的最后1公里。下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年度杰出创新企业家、轩辕冷链科技创始人凌轩先生上台发言。1年前，有人告诉我，生鲜冷链靠的是用信息差压榨果农，靠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价格战。但轩辕科技用1000辆遍布各地的移动冷藏重卡，打破了这个伪命题。枝头预冷，原箱直发，我们不盖固定的铁皮房，我们把冷库直接开进田间底头，我们去掉了所有的中间商，把利润还给果农，把最新鲜的品质交给消费者，这才是生鲜行业的底线，也是属于未来的新规矩。看到没？这就是格局。我们集团去年那5000万的战略投资，是这辈子做过最明智的决定。赵大强，动作快点，发什么呆？是长官。今天表现不错的，休息10分钟，可以看一会儿新闻。轩辕冷链科技创始人林轩荣获本年度杰出创新企业家。据悉，该公司的移动冷链矩阵已占据全省80%的高端生鲜市场，估值突破30亿元大关。30亿，那是30亿啊！如果当初没去干那些强取豪夺的勾当，老老实实配合林轩，哪怕只跟着喝口汤，不仅自己毁了，连家里的老底和小洋楼全被收走还债。我太蠢了，我亲手锁死了自己的路啊！看什么看？时间到了，你去干活。林总，秦风那边的数据跑出来了，下个月冷链车队就能全面打通西南和西北，新疆的哈密瓜和海南的芒果48小时内直达华东。资金方面呢？鲜多多2个亿追投资金明早到账，这笔钱足够我们在这个夏天建立起覆盖全国的移动冷链钢铁长城。1年时间，从白云村那个差点被人强抢冷库房主，到如今掌控全国生鲜命脉，这是一场认知对无知的降维打击，也是一次底线对贪婪的彻底清算。老刘，通知全国各地的分部，让所有车队全速运转，我们的目标没有尽头。